最近大家都看过了《古剑奇谭》单机版的宣传片吧？我看了之后真的百感交集。大家如果去网上搜，不管是上海软星、上海大宇，还是后来的上海烛龙，业内人士对它的评价其实跟大众认知并不完全一样，但却代表了一部分现实。比如当时这些公司面临的问题是什么？网上传的，包括创始人自己说的，是不是全部真相？我们今天不去探究实际发生了什么，因为说实话，真实情况很多时候并不重要，别人怎么看你，才往往影响你的命运。在上海游戏圈，不管是烛龙还是大宇，其实都坚持在做新剑 like 和古剑 like 的游戏。当时的业内人士是如何看待两家公司的呢？其实跟网络传言差不多，主要集中在几点：一是内斗严重，这是很多公司的通病，但他们尤其明显；二是人员流动非常大，团队不稳定。当然很多公司都有这类问题，我就不具体点名了，怕引战，但这确实是他们留给很多人的印象。我个人其实并不认同这种标签化的判断，但你没有办法，这就是圈内大多数人对它的共识，哪怕不完全真实，却形成了某种现实。第三点也是最实际的，如果你在那几年找工作，上海烛龙、大宇开出的薪资待遇基本是行业中的中下水平，再加上他们专注开发单机，尤其是武侠单机，很多游戏从业人员其实并不愿意去的。为什么呢？这类游戏的核心是讲故事，玩法创新空间有限。第二，不赚钱，公司效益一般，工资也低。第三点也是我之前提的，在很多人的认知里，这类公司内斗多，方向固执，对策划个人的成长帮助不大。对程序来讲，没有太多的前后端的验证和经验的提升。对于美术来讲，在国风美术式微、二次元美术崛起的时候，也没有太多的经验提升。那么你做了单机武侠之后，又想跳去手游大厂，反而可能不好跳。那个时候行业是什么情况呢？虚幻引擎 U3D 很多人都拿来做手游，而面试手游公司，不管是大小厂，最关键的是你最好有同类项目经验。他们做 MOBA， 你就做过 MOBA； 他们做 RPG， 你曾经做过 RPG， 匹配度越高，成功率越大。所以回过头来看，我当时对上海烛龙的感受也很复杂。一方面他们工资确实不高，另一方面他们给人以一种制作人为中心、封闭开发的感觉，对外界新趋势的接触不多，对个人成长帮助似乎有限。但我必须说，我个人非常尊重他们，没有一点批评的意思，只是圈内人聊起来评价普遍不高。这些信息你不用特意找，待久了自然就会听到。同行之间、朋友之间基本都这么聊。我反而特别佩服这种一条路走到黑的人，看起来我也算是中国游戏行业的例外。现在看到烛龙所说的《古剑奇谭》单机版宣传片的质感非常不错，我真的是由衷高兴。还有一些公司转型，但游戏并没有成功。等他们真正好起来之后呢，我再跟大家聊聊当年人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那些辛酸、偏见和误解。上海烛龙最被吐槽的一点是当年的工资太低了，具体数字我不说，但绝对是中下游。现在不一样了，腾讯投资了，《古剑奇谭》也做出来了，真的好起来了，真心替他们开心。我一直觉得他们是在认真做中国味的武侠，这很难得。你可能很难体会我这种心情。在我所处的游戏行业，所有人都在做手游的时候，居然还有一家公司坚持做武侠单机，你会觉得他们特别倔。你也同时听说了他们有各种问题，比如内斗。国内的公司内斗非常严重，几乎所有的大小厂都有。我从各个渠道、各个朋友之间都听过，甚至亲眼见过。严重吗？非常的严重。这导致我之前还想做一期中国游戏之死的内容，但现在不用了。黑社会悟空的崛起，还能看到烛龙这样的公司挺过来，比什么都强。很多游戏公司起来的太快，管理却跟不上，比如一旦觉得某人能力不够，可能直接就开掉他。虽然流程上显得高效，但也缺乏耐心和培养机制。更常见的是人人为亲，自己人上台就完全把前朝的团队清掉，哪怕给赔偿，也依然寒了很多人的心。还有很多人其实能力并没有跟上位置，只是当初参与过某个成功项目，就被其他公司高薪挖去，空降成为管理者、制作人甚至总经理。可他们也许只做过执行策划、运营或者测试，并没有真正掌握核心能力。这种事在游戏圈太常见了，现在的这些人已经位居高位，我也不方便点名了。所以回头来看，当时很多人对于上海烛龙的看法也受这类现象的影响，工资低，发展前景不明朗，项目可能中途就停掉，尤其这还是单机游戏。哪怕到了18年、20年，大家提起烛龙，观念还是这样：刺客武侠没突破，工资低，这似乎成了它的致命伤。中国的武侠游戏有个核心难题，它必须靠故事支撑。之前在 Steam 新品节，我猛夸过《一剑风云决》，试玩版一玩我就觉得是佳作，结果后来真成了爆品佳作。我希望烛龙的《古剑奇谭》也能有这样的声势，因为讲故事的能力是他们的强项。但不得不说，在手游时代剧情策划其实是一个边缘的位置，工资低，剧情内容玩家跳过率高，公司也不重视。直到这几年，随着手游的投入、二游的发展，大量的内容需要在剧情里加梗，
加强故事、美术、演出，剧情策划才逐渐被重新看待。可单机游戏不一样，剧情是核心，剧情策划是关键角色。你如果没有能力驾驭好题材，还不如别碰。比如说明末那种，要么是坏，要么是菜。除去节奏以外，失落之魂的内容也是一言难尽。所以我才说主能把《古剑奇谭》坚持做下来，我真的很佩服。最后我也想聊一聊为什么我选择从这个角度出发。你上网一搜就能找到这家公司经历过什么，包括创始人他们自己的回应。但真相有时并不重要，或者说每个人口中的真相都只是从自己角度看到的片段。曾经的结果摆在那里，项目失败，公司困境，一定是某些环节出了问题。大家习惯把问题推给时代，比如说盗版毁了单机，生不逢时。但我们已经不在那个时代一段时间了，因为后来的很多单机游戏也联网，也需要正版验证了。可为什么还是没做起来？更多时候，我觉得问题还是出现在游戏本身、公司本身。首先从自身找问题是做产品的基本。那个时候市场上同期的其他游戏很多比《仙剑》《古剑》更吸引人，玩家是用脚投票的。所以总结一下，我对烛龙一直怀有敬意，他们坚持做武侠很难得。但如果你问当年的我愿不愿意投简历，我也不会。因为一家公司如果长期陷入舆论风波，又不想澄清又不改善，那不管真相如何都会影响它的声誉和未来。而现在他们终于熬出来了，真的挺好的。